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向何处去：政党、国家与国际秩序》的第17课。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西藏问题。我们很荣幸请到尊者达赖喇嘛驻美国代表慈诚嘉措先生。有请慈诚嘉措先生。好，大家扎西德勒，那么感谢滕彪教授还有李安友教授的邀请，有这个机会，给各位众多的年轻的华人朋友，介绍西藏的问题。那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的名字叫慈诚嘉措，我的父母是西藏安多地方出生的藏人。后来的话，他们是来到了拉萨，因为拉萨是，这个所有藏人觉得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因为拉萨两个词汇的意思就是神地，拉在藏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神，然后沙在藏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地方的意思，所以我的父母来到拉萨朝拜之后没有回老家，然后在西藏的拉萨居住了。结果我是在拉萨出生的。那我13岁的时候呢，跟很多流亡藏人一样，从西藏和尼泊尔的边界偷渡逃亡到印度的。那我是用了7天7夜的时间跑出来的。在流亡的藏人里面的话，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有的人呢，他们是跑了一整个月，一个月半的，有不同各种各样的不同路线跑出来的藏人的流亡者。那么在印度的话，我是在西藏儿童村上学，然后之后呢有幸来到了美国，在美国念书，然后工作。现在的话，我是在尊者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办事处担任这个华人联络员的职位。那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想先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西藏的历史。那么有些人对西藏这个词汇有反感，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藏人自己的藏文里面的对自己的称呼是 P，然后在唐代的历史唐书里面的话，汉文里面写的是吐蕃，这跟早期的吐蕃这个占布王朝时期的西藏的称呼，在这个藏文历史里面记载的 Tupu 是相同的。那么藏布王朝，我觉得可以说是藏人历史记载的第一个王朝。现在的话，有很多藏学的历史学家，他们相信在藏布王朝之前有过很多不同的王朝，但是呢，在藏人普遍的认知下面的第一个王朝，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占布王朝。那么占布王朝之后的话，西藏有一段时间是分离散沙的一段时间，这段分离散沙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延续了400多年。那么那个时候呢，没有一个统一的统治者。大家应该看过这个国际大奖，拿过这个国际大奖的万马赛登，西藏出来的一个导演，很有名的这个导演，他的作品《无在线》这个电影里面讲述了一个岩画的故事。这个岩画就是在说那个占布王朝时候的最后一个国王，因为他是一个昏君，要把国教消灭掉，所以被这个特隆贝多刺杀了。然后特隆贝多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他然后跑到了青海地区，也就是在《五载神剑》这个电影里面的所说的这个地方。那么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的话是在 YouTube 上面都是可以找得到的。那么这400多年的藏文历史的记载的是称为吐蕃分散的时期。400多年之后呢，有了这个撒迦王朝，统一了分散几百年的吐蕃国。也就是这样，让所有的藏人又回到了一个三部王朝一样的局势里面。那在
此之后呢，有了那个泡沫珠巴的王朝，还有仁波巴的王朝、桑巴王朝，然后有了感电破障的政权，然后是现在的西藏友网政府，现在是已经改名为这个藏人行政中央了。这是藏文的历史记载中写到的西藏的历史，这个跟中国的史记的记载，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24史是从根本上是不同的。那么西藏这个词汇，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词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据我所知，据我理解的话，西藏这个词是从清朝时候才开始的，在清史文档里面才有官方用到西藏这个词汇，但是在藏文里面的话，历史记载中，藏文的历史记载中和重大这个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的经文里面的话，经文里面也好，藏人讲的藏语里面也好，我们从古到今用的称呼自己的这个词是藏文和，呃，这个词是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称呼，称呼这个土地的。那么我们的语言和文字里面也从来没有这个西藏的这个词汇。那么西藏的地理位置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害怕失去西藏。西藏是位于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然后地形上上看的话，它是被很多雪山围绕着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西藏有的时候会被人称为这个雪域高原的称号。那么西藏也是世界上水源最大的地方，也是这个亚洲众多国家的河水和江流的起源。那么1959年之前的西藏的话，西藏是分配成3个不同的区域，它是分别是这个维藏、朵杜和朵面。朵杜可以说成康巴，然后朵面可以说成阿姆多的。那么1959年之后，中共的殖民之后的状况是，西藏是分割到5个不同的行政管辖里面的。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西藏有这个西藏自治区，然后还有青海、四川、甘肃、云南里面被分配出去的这些藏区。所以现在的话，如果说到西藏的时候，对于很多人的话，他们的范围的概念就是只有西藏自治区的地理范围，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地方还是有这个祖祖辈辈藏人居住的地方。那么西藏的语言文化的话，59年之前的话，藏人学的是藏文，然后说的是一直是藏语，跟这个汉文和汉语是完全不同的。看到过藏文的书写的人，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字体是相似于梵文的。那么这是这个占卜王朝时候的33个皇帝，松赞干布也是娶这个唐朝时候的文成公主的这个皇帝，然后他看到了有需要一个自己的文字的重要性，于是就派了当时这个王朝里面最聪慧的臣子去印度学习，然后所以这个藏文是由 Tumi Samboja，Tumi Samboja 就是当时这个藏布王朝里面最聪慧的人，他是以梵文里面最好看的字体，这个字体叫 Devanagari，然后用了这个发明了藏文。有了西藏自己的文化之后呢，佛教在西藏的兴旺是发达的。那么90%以上的藏人都是佛教徒。纳兰陀佛学院在印度被摧毁，然后在印度的佛教走向衰落的时候，西藏这边土地上呢，因为有了西藏自己的文字，然后出现了众多这个智慧化身的佛教的上师，他们以这个政教合一的方法，然后创设了各教派的佛学院的建设，以学习佛法为主，把佛教在这片土地上面发扬光大了。由此一来，西藏也是成为了这个佛教知识和智慧所在的一个圣地。那么之前我讲的大概的
都是西藏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的那时候。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说一下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西藏问题的话，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开始武力侵略西藏之后，然后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采取了一个系统性的消灭的政策，就是这些依然在实行，现在都是在实行的政策，就是西藏问题还是存在的原因。1959年的时候呢，中共策划，然后他们暗地里策划除掉尊者达赖喇嘛，所以尊者达赖喇嘛是被迫流亡到印度的。这也是为什么1959年3月10号的时候，这个全体的藏人抗议中共的原因。那么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祸得福，因为虽然这个西藏人民失去了与自己最崇拜的精神领袖在一起的机会，但是世界人民拥有了世界人民目睹了尊者达赖喇嘛的智慧，因此呢，这个藏传佛教在世界各地呢受到了很大的欢迎，也有了这个发扬光大的机会。那么想着解决西藏问题的同时，尊者是为藏人建立这个民主制度的行政系统做了很大的努力。那么尊者达赖喇嘛在1959年到印度的时候呢，讲过一句话，尊者讲到尊者和噶霞内阁在哪里，西藏政府就会在哪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就是西藏历时继任的政权。那么这个政权的话，2011年的时候呢，为了未来长远的规划，然后西藏流亡政府的这个称号呢，改成了藏人行政中央了。流亡藏人的话，在尊者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取得了其他流亡团体更成功的一个民主制度的建设。那么藏人行政中央的系统下面呢，藏人是享受着民主制度中的各样的权利。我们在很多的书里面可以见得到，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民主国家的故事里面，有很多反动推翻的政权而得到的民主的现象。但是藏人的民主制度是尊者达赖喇嘛强行赐给我们的。那么尊者流亡还没有到1年的时候，也就是1960年1月，尊者是向人民提出的这个民主的重要性，然后强调需要成立一个有人民代表的委员会，要求人民在西藏原来我刚才说到的这个3区那个卫藏朵对朵面里面各选3名的代表出来，然后4大教派里面各选1名代表，然后是1960年的9月2号，就那个时候呢，有了13名当选的民众的代表，然后他们在尊者达赖喇嘛面前宣誓就职，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民的议会。那个时候的这个称号就是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那么9月2号的话，因此从1960年就开始了，法定的开始了任命为这个西藏的民主日，也有很多藏人是把它称为这个民主节。然后1963年的3月10号的话，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了这个未来西藏的宪法，然后当时是原来的想法，就是哪天有这个机会回到西藏的这么一天的话，把这个草案拿到西藏，然后把它定为国家的宪法。但是这样的日子过了60多年的今天，我们还是没有看得到。1991年的话，11届西藏人民议会的会议上面通过了一个有往藏人的宪章，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印度，所以一个国家里面无法有2个宪法，所以我们采用了这个宪章的社会。那么1992年设立了最高法院，以及这个3个自治的机构，选举委员会。公务员的服务员，还有这个审计署。
2001年的话，根据达赖喇嘛的建议，然后宣章的修订之后呢，藏人在世界各地投票选出来了第一任的直接选举出来的高林赤巴。高林赤巴的意思就是首席部长或者是总理，因为当时尊者达赖喇嘛还是一个半退休的状况，还是继续是藏人的最高的政治领袖。那么2011年的话是尊者达赖喇嘛将所有的行政和政治的权利交给了人民直接选出来的领导人。那么2011年的话是那个司政罗桑森给我们把这个最高首脑的职位叫成司政。那么目前的话，西藏的整个制度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的操作。行政改辖内阁下面是有7大部门，分别是宗教文化事务部、内政部、教育部、财政部，还有这个卫生部，还有安全部，最后呢就是外交与新闻部。我们的办事处这个代表办事处，还有其他的12个代表办事处，就是外交部的所属。那么行政完了之后就是有司法，司法有最高法院，然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2位法官都是需要提名，然后有议会通过才能任命的。立法的话有西藏人民议会，那么人民的议会，议会里面的话，议会的议员们呢是人民直接选出来的，45名议员。那么刚开始的13名议员的代表委员会，现在的议会成了一个45名的议员。其中是有西藏原来3区卫藏、斗地斗灭的各个区10名的议员，然后5个宗教派系呢，每个教派出2名议员，然后北美地区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南美还有加拿大地区的话是两名议员，然后欧洲和非洲的话是2名，澳洲是1名。这样总共起来就是45名议员。那么每5年的话，这个司政和议员的选举的时间是统一时间推划的。那个时候呢，藏人会直接选举出来司政和45名议员。所有的这些选举的事情是由那个选举委员会自治的机构担任然后操作的。他会是在世界各地有藏人的地方都收集投票，然后结果是发布给所有人。那么还有其他两个自治机构是公共委员会，还有这个审计署，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所有的藏人行政中央的公务员的话，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公务员的话，首先要通过这个公共委员会，才能成为一个公务员。然后整个藏人行政中央的预算呢，还有这些开支呢，都是要通过审计署的考察。这样的系统下的操作，是藏人行政中央怎么操作的一个解释。那么对于解决西藏问题的话，我们的方案是已经交给了北京政府，所以这里我们要说一说这个中间道路和寻求这个独立诉求的观点。那么通过藏人的几次特别的大会，还有议会的通过呢，我们可以看得出，大多数的藏人是提倡尊者达赖喇嘛推荐的中间道路。也有人这个寻求独立的，但是寻求独立的人在藏人的市区里面是少数的。那么藏人行政中央的话，对西藏问题解决的方案的政策是中间道路，因为中间道路原本是由尊者达赖喇嘛推荐的，然后尊者达赖喇嘛推荐的这个路线，不仅呢是得到了大众藏人的支持，也成了当时好像是92年的时候。
我忘了这个年份，但是当时西藏的议会是一致通过把它当成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那么国际社会上面也像尊者达赖喇嘛的这种心胸宽广，尤其是在海内外的华人当中呢，这个方案是得到了很非凡的一个支持。我觉得其实尊者从一开始的话，就是想以和平沟通的方式去解决藏中之间存在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有往之前尊者是想了一切的办法，以和谐和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中共呢，在很多的地方阴谋有在这个阴谋的策划各种暗杀，所以尊者是当时就是被迫流亡的。流亡后的十几年里呢，就是早期的十几年里的话，藏人一直讲的藏人包括尊者达赖喇嘛在内一直讲的就是寻求独立。但是尊者看到了长远的这个国际政治状况，还有现实为主的这种理念，尊者达赖喇嘛就讲到了这个跟中国以对话方式寻求一个解决方案的想法。那么赏多仁波齐的话，赏多仁波齐是藏人的第一位直接选举出来的总理。我刚才说的这个首席部长。然后我有一次机会在纽约的时候呢，听过他的演讲，然后我听赏多仁波齐讲过，1967年、18年左右是仁波齐是听到了尊者达赖喇嘛有这种不寻求独立而寻求自治去解决问题的想法，然后仁波齐说当年他还有很多这个有往西藏政府的这个官员们都是很震惊的。然后到了1974年的话，74年的时候呢，尊者是正式提出了这个藏中双赢的解决的事项，并与噶夏和议会的议员领导人们形成了一个中间道路的规划。之后就是1979年，中国最高的领导人邓小平，邓小平说了，除了独立，我们什么都可以谈。就那个时候呢，因为尊者达赖喇嘛早期就有这种规划，然后达赖萨拉跟北京政府之间呢展开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接触和讨论。那么从1979年到1985年的话，藏人行政中央也当时就是西藏野网政府是派出了4次不同的代表团在西藏调查，这也是有北京政府的官员陪同下进行的调查。那么87年，尊者达赖喇嘛提出了西藏5点的和平计划，然后88年的话，在欧洲的议会上面呢，提出了这个斯特拉斯堡建议。斯特拉斯堡的建议是详细的把5点和平计划解释出来。同时呢，87年、88年的时候呢，在西藏的拉萨进行了很大规模的抗议的活动。同时也是有这个幼师天安门的事件发生。所以这一系列的原因，这个藏中的官方的联系是中断的，所以从1992年到2002年的话，它是属于北京政府跟达赖萨拉政府之间是属于一种中断了的一个阶段。那么2001年的话，尊者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上面发表。然后敦促重启这个藏中的对话，然后2002年的话开始展开了一个新一轮的藏中的会谈，直到2010年的时候，这个进行了已经9轮的会谈。2008年的话，当年是藏人社区爆发了，大家应该可以记得清这个2008年的这个藏人在所有藏人居住的地方，不仅仅是西藏自治区里面啊，也有青海的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各个地方的藏人的社区爆发了抗暴的运动。同时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北京奥运会进行的时候，当时呢，
也是这个会谈里面第7轮会谈进行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北京方面要提出的藏方要提出一个提供一个书面上的描述自治的性质，然后藏人流亡政府的话，那个时候提交了这个文档的名字叫做有关全体藏人得到一个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这个文档里面描述了如何在中国宪法的框架内，还有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内，西藏的自治是怎么运作的。但是呢，对这个呢，中共说是这里面有大西藏啊，有这个高度自治、半独立、偏向于独立的这种内容，所以说这个是违反了宪法和自治法。但是我们反问，哪些内容真正的违反的时候，北京方面也是没有实际上或者是清晰的一个回答。因为我们本来以为就是中共应该是误解了，是不是歪解？所以我们又给出了一个文档，写出了一个详细的解释，解释是专门给这个有关全体藏人得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的解释，然后交给北京。本来是希望那个解除北京方面的误解，但是的话，最终2010年的时候呢，中藏会谈是中断了，然后现在是已经过了十几年了，会谈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进展。虽然过去的这十几年里，官方的进展是没有的，但是这十几年里的话，中间因为有中间道路，藏汉民间的交流是辉煌起来的。因为我们代表办事处的话是在北美地区，然后在北美地区的话一直有举办和推动藏汉交流的活动，然后藏人行政中央的话也是依然在坚定继续保持这个中间道路的方案。也有很多藏人也是藏人个人，也有一些团体，也就是民间的组织是寻求独立的。这也是作为藏人的一个他们自身的权利，但是否能实现这是否是现实的，这些都是很重要去思考的。当然说到这个中间道路的话，不是说我们要按兵不动让人宰割，这不是的。如果西藏问题没有好转的话，不管是中间道路还是偏向于中间道路，还是这个寻求独立的人，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会在世界各地继续为境内的藏人发出声音，举办这个各种活动，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共在西藏实行了这些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的政策。那么我现在用一点时间讲一下这个西藏的状况吧，现在的状况。